他的手里还抓着地铁票，可是那条线10年前就已经废弃了。那晚，我们几个老同学聚在新宿的一家小居酒屋里，酒喝到一半，阿健忽然沉默下来，手里的啤酒杯在指尖转了半圈，像是在犹豫。黑竹，我有件事，这辈子都不想再遇到第二次。他的声音有些低哑，眼神飘向窗外，仿佛又回到那个夜晚。阿健是我大学同学，毕业后留在东京当系统工程师，工作稳定，但几乎天天加班到很晚才回家。他自己形容，那时候的生活就像地铁的轨道，冰冷而没有出口。有时候啊，我会想，要是有一班车能直接开去一个完全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那该多好。他苦笑了一下，可我发现他手背的青筋在凸起，像是想起了什么不该想的画面。他说，那是2010年1月中旬的某个星期三，东京下着细雪。那天他加班到11点多才离开公司，脑子昏沉，脚步像踩在棉花上。地铁站里几乎没什么人，只有检票口偶尔响起的电子烟，空气中混着铁锈味和地下水的潮湿味，让他想起小时候去过的老房空洞。列车进站，他随手选了个靠门的位置坐下。车厢里只有对面的一对情侣，还有一位抱着纸袋的中年妇女。列车刚要关门时，他的视线被门边一个站着的人影吸引，那张脸像被整片黑影吞没，看不见五官，但能感觉到对方在看他。阿健的心猛地一紧，脑中第一个反应不是害怕，而是那是什么？一种本能的警觉。他盯着那个人影，却怎么也看不清楚，像是在看一张被水泡过的照片。车子移动起来，窗外的黑暗就不太对劲，那不是隧道的黑，而是整个光都被吃掉的感觉，好像列车正开在一片黑色的水里，一直到它慢慢停下来。突然，车厢里的广播响了起来，传出一段听不清楚的日文，那些声音断断续续，整个变形。月台标牌上写着一个陌生的名字，鬼泣。阿健本想留在车上，可那个没脸的人突然慢慢转向他，黑影里的空洞感想要把他吸进去。那一瞬间，他没多想，直接走下月台。月台的灯忽明忽暗，墙面斑驳到露出水泥，空气里是浓重的潮湿味，还夹杂着一种奇怪刺鼻的气息，像是水底腐烂的鱼。他转头想回到车上，但车门已经关上，列车无声地滑进黑暗，没有风，没有声音，就好像他从来没来过。月台上贴满了泛黄的寻人启事，有的被水渍阴开，但脸部还能辨认。阿健的视线无意间停在一张黑白照片上，那是几年前新闻提过的失踪案受害者。他心头一沉，突然意识到，这些照片里的有几张是他曾经在电视上见过的失踪人口。广播再次响起，声音低沉沙哑，小熊村健。阿健他的脑子像被针扎了一下，那是他的名字。远处的黑暗中传来木屐拖地的声音，一下一下，间隔均匀的靠近。阿健觉得喉咙紧得像被什么勒住，脑子里有2种声音在拉扯，一个叫他跑，另一个叫他留下来看看那到底是什么。他选择了前者。脚步声在空旷的月台上回荡，他经过一间破旧的候车室，门缝里透出微弱的蓝光，探头看去，他看到里面堆着一堆发霉的皮包、烂泥里的鞋子、坏掉的手机，可那些东西全都滴着水，还散发出一股腥臭味。最让他毛骨悚然的是衣服里鼓起的形状，像是有人还穿着那衣服。就在他盯着看的时候，那团水渍渐渐盛开，衣服底下像有什么东西正缓缓流血，目击声已经近到几乎在耳边。他在死寂的深夜，每一下都刺破寂静，如同有人就在身后慢慢逼近。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，心跳几乎要跳出胸口，还有一股冰冷的气息顺着背脊爬上来。他冲进一条狭窄的通道，墙面渗着冰冷的水，白色菌丝像活过来般扭曲蔓延。忽然从阴影里
伸出细长的触手，轻轻刷过他的衣角。滴水声变得沉重，节奏不规则，仿佛每一滴都带着低语。声音里有嘲笑，有咆哮，像在等待他倒下。他心头一紧，感觉整条通道都在缓慢收缩，每一步都像踏入未知的世界，无法逃脱，也无法呼喊。跑了好几个转角，他却惊骇地发现自己又回到那间候车室，蓝光还在闪。突然，不要坐错车，一个低沉的女声在背后响起。阿健猛然回头，眼前一闪，一个长发湿透的女人站在那里，她脸苍白的像能透出骨头，嘴角露出诡异的笑容，裂口里有东西在蠕动，滴落的水声却带着不规则的心跳节奏。他想尖叫，却发现喉咙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紧紧锁住，空气里只剩他的呼吸，像整条通道都活了起来。阿健吓得夺命狂奔，耳边的目击声越来越急，像是踩在他呼吸的节奏上。就在他快绝望时，前方突然出现列车进站的灯光，他冲上月台，跳进车厢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他的腿像失去力气般软下来。车厢里挤满了人，像早高峰的景象。阿健以为自己回到正常世界，直到窗外的景色完全陌生。下一站，池袋，2000年1月，广播清晰地响起。他抬头看时钟，指针真的停在那一年。更诡异的是，四周的乘客面色灰白，眼神空洞，就像那些寻人启事上的人。之后的记忆支离破碎。他再次睁开眼时，感觉头痛欲裂，周遭是一片陌生的灰暗空间，空气中混杂着霉味和汽车油烟的刺鼻气味。他低头一看，自己竟然坐在地铁的长椅上，手里紧握着一张皱得发白的地铁票。你没事吧？一个陌生路人的声音从旁响起，带着一丝慌张。他慌乱地抬起头，只见一对眼睛在灯光下闪烁着疑惑与不安。他茫然地摇了摇头，周围的车厢空空荡荡，只有地铁缓缓行驶的轰鸣声，像是在提醒他，这条线他已经走过不知多少次。路人说，你那张地铁票不该出现，10年前就因一次严重的淹水事故而封闭，事故中有10多人溺毙，其中包括一位年轻女性，是唯一的女乘客。我听到这里才明白，那个湿发女或许就是当年的她，而那个没脸的人也许是那些已经被时间抹去名字的亡魂。阿健说，有时候他在月台等车时，还会听到有人用很小的声音叫他的名字。几天后，我在地铁站等车，广播突然闪了一下，显示出一行字：鬼气。我心跳猛然加速，手中的地铁票仿佛在灼烧我的掌心。车厢门开了，却没有乘客，只有那熟悉的声音轻轻喊着我的名字：黑竹。